父母去世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弟弟妹妹卖给了人贩子。 自己则拿着钱到处潇洒去了。弟弟妹妹对我恨之入骨，长大后都成了各个行业的佼佼者。老二成了全国首富，老三成了西海市经济副部，老四更是当上了科研院院长，老五则是大名鼎鼎的歌星。只有我一事无成。此刻的我正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，4个弟弟妹妹在病床前巴不得我快点去世。他死了吗？病人目前气息微弱，怕是活不过这几天。他总算走了，苏家从此坦途，再无败类。 四姐，你们团队研究的脑波设备应该能投放实验了吧？在他身上试验吧。我不想看他堕落罪恶的一生，我只想通过苏龙视角去看一看父母的样子。脑波设备是苏平央脑波科研院团队打造的一款新设备，该设备可以同时连接2个人，另一个人可以进入佩戴者小时候的身体内，改变和体验他的人生。 安排该脑波设备画面全网公布，我要成为小时候的苏龙，同时播放苏龙原本记忆形成对比。我要告诉众人，什么叫长子该有的样子。 好，之后我们都陆续佩戴设备，成为小时候的苏龙，让观众看到，如果我们是苏龙，我们是长子，我们该如何做？此时的苏龙生命进入了最后关头，他胸口微弱起伏，意识只有模糊一点。他感受到有人在自己头颅佩戴仪器，苏龙还听到了熟悉弟弟妹妹的声音。他很想睁开眼看他们，但没力气了。他疲惫抿着嘴。这几10年来，他终于完成对父母的约定，将弟弟妹妹培养成才，将凶手缉拿归案。为了保护兄妹，无人知道他的行为，也无人理解他。 但没关系，吾乃家中长子，势必要撑起一片天。苏龙眼神恍惚，脑波仪器正式传出滴滴滴声。病房内放置脑波投影设备，苏平生也佩戴好脑波设备。接下来，您将回到苏龙30年前的身躯内，那一年是1995年。您将操控他的身体，重新选择人生。2道画面，一个是你模拟长子人生，另一个画面播放苏龙原本人生轨迹。 1995年冬季除夕夜，叶城白塔镇矿业小区烟花和鞭炮齐鸣。苏平生附身年仅12岁的苏龙体内，开始体验长子人生。第一幕，苏平生看到正在包饺子的父母，他刚想激动喊爸妈，然后听到门口传出汽车撞击大门声，还有枪械射击、怒骂声。在这种绝对暴力面前，苏平生直接呆住。苏父喊了他几声，发现他还在愣神，苏父只能抱着他从后门推出，把他塞入玉米杆内。 苏平生全程蜷缩在玉米杆内，他是商业奇才，但很少接触这种直接暴力杀人画面，尤其是忽然接触，一刹之间完全失神。直到许久，苏平生才颤巍巍从玉米杆钻出，然后他绕到正门，看着破碎的门进入院子。屋内父母脸色青紫，不断呕血，嘴里散发一股农药熏人气味。苏父已经死了，他胸口还中了一刀，鲜血发黑。儿啊，以后你就不能哭了，你要去姥姥家照顾弟弟妹妹了。你是大哥，以后不能哭了。 去照顾好弟弟妹妹，别给我们报仇了。你们好好活着，这些人你别去碰，他们都是疯子。你是老大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一年苏龙去姥姥家接我们，他说父母外出，家中失火。原来不是失火，是有人蓄意报复害了父母。但苏龙为什么要说谎？也害怕了，对不对？苏平生迅速起身，然后他迅速敲邻居家的门，但却没人响应。其他邻居因为害怕和避免引火烧身，没有人打开门，都不管不顾，任由苏平生不断拍门。父母帮了村民那么多，但现在都是懦夫。苏平生开始骑家里28大杠去8里外的派出所，但发现车胎被扎瘪，他咬牙蹬车，车轮沉重在淤泥里前进。我要让你看什么叫长子。终于在2个半小时后抵达派出所。警车得3个小时到。苏平生烦躁不安，这一路上消耗了他所有耐心。他12岁的身体没多少力气，他疲倦在派出所等着。他接了电话，准备打给姥姥家。姥姥、姥爷，我爸妈被人害了，你们快来啊，多带点援。苏平生冷静无比，他决定以商业思维让事情变大，肯定能迅速查到真相。该画面宛如电影剧情一样跌宕起伏，画面震撼。95年时代气息的画面，真实无比的对话，观众甚至能感受到苏平生的心境。在除夕跨年直播热度弹幕直接排名第1，而现在节目迎来新的画面。1995年白塔镇矿业小区，除夕夜，苏父苏母正在包饺子。这时，门口突然传出汽车撞击大门声，正在包饺子的苏母脸色大变，苏父直接抱着苏龙塞进了床底。千万别出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报警，我怀疑他们在盯着你弟弟妹妹，他们势力太强，躲好，不准哭。于是苏龙眼睛通红，趴在床底，他想办法盯着凶徒的长相，鞋子什么款式，大概多大尺码，穿什么衣服。你到底发现了多少证据？因为你，我们滇边3条贩毒线都被端了。你喝下农药，我让你老公活。苏母没有犹豫，打开农药，她深深看了老公一眼，一口喝了下去。苏父怒吼，但他被人摁住，他还想再咆哮，直到蒙面凶徒面无表情取出一把刀，对准苏父心脏猛然刺去。
往这个家伙嘴里灌上农药，做出他们夫妻矛盾不和、打斗喝药同归于尽的迹象，同时在废墟留下模仿他们笔记的遗书。可惜了，他们的孩子没在这，不然也杀了。不着急。为首的光头暴徒带着几个手下离开了房间，然后直接在房子内点火。但苏龙并没逃出来，他找到毛巾，用水打湿，捂住自己的鼻子和嘴，再次躲在床底。此时汽油毒雾滚滚的屋内再次传来脚步声，光头蒙面暴徒再次翻找屋内，遇到各种东西。弟兄们走了，苏家没了。终于，老式面包车传出轰鸣声，汽车开始远去。床底下的苏龙这才猛然窜出，他第一时间将父母拖动到院内。院子里，苏母回光返照看了苏龙一眼。小龙，你爸和我查贩毒集团遭了报复，你以后想办法带你弟弟妹妹避开，别让罪犯报复他们。你是老大，该长大了。我还没看到你结婚，还没看到。苏母死状很难看，尸体散发着剧烈的化学药剂味，屋内火光冲天，黑雾滚滚。苏龙没有犹豫，他搬起父母尸体，一点一点往玉米杆挪动。最后，苏龙花了1个小时，将父母尸体搬入屋后玉米杆内，把尸体藏好了。25年除夕的夜城上空烟花璀璨，居民楼内很多户人家呆滞看着屏幕，每个人都难以置信看着彼此。夜城警局，年轻执勤警员也看着记忆追溯节目。他为什么要藏尸体？何必藏着尸体？苏家不是普通报复，这是针对性灭门报复。苏家父母了不得，是第1代级毒警出身，他们得罪的人可想而知。所以苏龙应该是藏好尸体，对外说父母失踪，强行忍下这件事情，或者之后暗中再报告公安局。数以亿计的居民在家看着屏幕，都疑惑苏龙为什么藏尸，他之后下一步怎么做？他为什么违背父母嘱托，没有照顾好兄妹？脑波记忆提取，下一幕画面在电视里出现，苏龙背影落寞坐在正门前，取出纸笔，认认真真写着东西。时间1995年1月30晚8点02分，春节节目刚开播，罪犯驾驶一辆7成新灰白面包车，一辆8成新黑桑塔纳冲撞大门，下来6人，为首光头，身高约1.77米，口音为滇边。医院内，苏家三子苏平正突然怔住。苏龙在记住那些凶手，他要做什么？12岁的苏龙坐在门墩边，面前的房屋被烧塌了，传出轰的爆裂一声。你还写什么呢？你家着火了。苏龙无动于衷，只是沉浸其中，在其他人眼中像是傻子一样。你父母呢？你这完蛋玩意，苏家怎么有你这种软蛋货？赵大爷恼怒踹了一脚，因为苏龙眼神带着奚落平静。是的，之前没人来，现在来了，开始表现，问东问西，各种忙碌，彰显品格。以前苏富帮这里铲了车匪路霸，除了豪民混混，很多矿民感激涕零。邻居叹息开始离开，还有人打电话通知苏龙姥爷姥姥，苏龙则用垃圾掩盖隐藏好那些有着血手印的证据。很快，姥姥姥爷带着兄妹4人赶了过来。姥姥67岁，看到家被烧成这个样子，直接嚎啕大哭。小龙，你爸妈呢？你爸妈呢？出去了，他们之前就说要出差。那是谁烧的屋子？谁干的？是不是你玩火？苏龙那一刻似乎想要说，但他瞥到人群中有一个矮小中年人在远远看着。这一刻，苏龙感到一股寒意袭来，是那个行凶暴徒。12岁那年，父母被人害死，房屋被烧，凶手就在眼前，可我却不能将凶手指认出来，还要装成一个傻子，将房屋被烧的罪名给顶下来。我不该玩火，我不该之前在家里点蜡烛，我不能露馅，弟弟妹妹还在这，不能被他们盯上。哥哥要保护弟弟妹妹的。我们小时候居然面临灭口危机，那如何度过的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苏龙真是愚笨，他只知道胆怯退缩。果然二哥才更适合是长子，他接下来能带领警方抓到凶手，带领苏家走出阴影。彼时脑波对比画面继续，苏平生模拟长子人生。这时警方抵达小镇上，熊熊烈焰燃烧的房屋内，警方多次冲入，并未看到尸体。为首老警察开始敲打其他邻里房屋。这里是否发生枪击凶杀案？犯罪凶手去哪了？只是起火了。苏家还他爸妈不是去县城进货去了吗？早就走了，根本不在家啊。我们救火发现就不了，我就回来了，房间没人的。自己去报警这段时间，凶手不光毁了现场尸体证据，同时还通过其他手段威胁了邻居居民，所有的证据都没了。警方再次进行搜寻调查，再次问了几户人家，最终确定只是失火事故。其他警员接到了其他地方杀人案件，便飞速赶往那边处理。这一刻，苏平生胆寒至极，姥姥和姥爷和弟弟妹妹都来了。苏平生甚至看到了小时候呆呆的自己，还有很多围观救火的人群。苏平生思索许久，选择躲避，全家漫无目的逃亡去姑姑家躲避凶手。这一人生中，我是大哥，我要挺住。这时你肯定是逃亡躲避，胆怯，不告诉任何人，将死亡消息遮蔽下去。你肯定选择退缩，但我选择正面应对。两段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选择，但拉开巨大为方向，
很多网友发着弹幕。不同性格，不同选择。苏平生选择公布死亡，对抗凶手死亡，被迫举家搬走。苏龙会如何呢？这时画面来到了苏龙的人生。苏家老宅火势渐缓，人群逐渐离开。人群中光头凶手、矮小中年人也看了许久。随着人群离开，老宅废墟前只剩下苏家一家7口。你真给爸妈丢脸，老宅被你烧了，爸妈回来怎么办？以后我们都不会喊你哥了，你不配。四妹苏平央，她干脆不去看苏龙。五妹苏平林，她在姥爷怀抱里哭泣。但苏龙却在笑，因为他是长子，因为目前他的弟弟妹妹安全了。黑夜下，老爷开着拖拉机载着弟弟妹妹远去。老爷因为愤怒让他跑着回家。月光暗淡，苏龙虚弱坐在村口，但他没有回去，因为他要做大事了。黑夜之下，一个少年孤独站着，擦拭弹簧刀。矿区小镇上，苏龙趁着深夜开始敲每户人家的门。他故意将声音变得很尖锐，然后跑到村长家，喊着村长儿子名字。村长儿子小东才8岁，呆出来寻找谁在喊他的名字。然后苏龙如法炮制去每户人家喊小孩名字，让他们出来。一时间村里的牛羊狗叫，村长买的3手桑塔纳汽车轮胎也被苏龙撒了气。终于村长家大喇叭慌张响起，大家快醒醒，村子进贼了，快醒醒，村里进人贩子了。一时间村子100多人中年人扎堆聚集一起，慌张讨论。而在人群中间，苏龙哭泣发抖喊着，我看到人贩子骗小东，人贩子开着灰黑桑塔纳和一辆灰白小面包，一个光头，一个身高1.5米的中年人，他们车上还装着其他孩子。我明白了，苏家起火可能是人贩子趁机点的，就是吸引注意力，然后他们偷孩子，去山上找，开车找。这真是他吗？12岁的他设计全村人搜山。95年除夕夜，警方的车在11点来到了矿区小镇。苏龙彼时正躲在秸秆里看着一切发展，警方开始登记调查。警车孤零零放在村口前，苏龙平静拿尖锐的石头将车玻璃砸破，然后钻进车内，快速打火，汽车轰轰轰响彻。在10岁那年，苏龙曾经跟父亲去县城学了1下午的大货车，为此对于手动挡车辆他完全不陌生。这一刻警车启动，轰鸣声惊动很多人。完了，人贩子把警方车开走了，他们肯定是看到警车害怕，趁机抢车逃跑。天杀的人贩子，给局里打电话，派人拦截这群猖狂至极的人贩子。凌晨动手灭门。这山怎么亮了？有人来了。灭口的是莫非当时有人看到啊？不是，是有人贩子。人贩子，真该死！怎么碰巧这时候出现？我们分成2波，你开越野车，我开面包车，分头撤离。很快2辆车于山路岔路分开，苏龙赶紧驱车跟上面包车，然后直接撞向面包车。青年直接从破碎的车窗甩出，接着苏龙狠踩油门，青年径直飞出数米，躺在泥泞中哀嚎。看到青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苏龙才终于下车，然后面无表情蒙上扁发青年眼镜，拖着塞入车内，然后将车开到水塘边，接着把青年从车里拖出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们不该偷猎羚羊，放了我们，求求你们！青年面色惨白，拼命呼喊，试图伪装成盗猎人员。1995年1月30晚8点02分，罪犯驾驶一辆7成新灰白面包车，一辆8成新黑桑塔纳冲撞大门，6名犯罪分子在光头男子带领下前往苏家行凶。是日晚8点余，有人威胁被害者之一喝下农药，说谁派你们来的？此刻青年咬紧牙关，除哀嚎外不肯开口。苏龙将扁发青年放倒，用水不断浸透包裹青年口鼻的衣服。终于，青年扛不住了，挣扎哀求开口：“我说，我叫杨大勇，内蒙白杨旗人，今年25岁，隶属于滇边走私贩毒一个公司，我在里面是杀手，负责清除一些人。这次被杨老板雇佣，5万块钱杀一对姓苏的家庭，10万块钱灭口苏家满门。至于杨老板是谁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接了灭苏家的单子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别烧我！”天哪，这个孩子没选择逃避，而是打算直接报仇。他不光要借势驱逐敌人，居然真的要记住敌人一切。但后来的苏龙多次进监狱，甚至患痛最可怕的东西。病房内，苏龙的四妹苏平央愕然看着病床上虚弱无比、瘦骨嶙峋的大哥。他那么厉害，但之后抵达洛秋城后，为什么会将弟弟妹妹一个一个送人？此时新画面再度出现，苏家二子苏平生模拟长子画面出现。得知苏家被烧毁，凶手没被抓到，姑姑心疼看着孩子们，就暂时住在我们这里吧。他们来这么多人，每天白吃白喝啊！这次人生，我是长子，我一定可以。苏龙，你的记忆追溯是什么样？一定很失败吧？和之前一样，你说父母失踪，带着大家到洛秋城，然后你把弟弟妹妹一个个送人。但这次人生模拟中，我是大哥，我才不会像你。此时画面再次跳转到苏龙的人生。饶了我，求求你送我去医院。
我就要死了！为什么要灭门苏家？我只知道苏家男人是缉毒警，在94年查获一条贩毒线，害得别人损失惨重。苏家女人是国安，调查过秃头问题，秃头才联合我们提供信息一起灭门。我就知道这些了。苏龙靠在水塘边记录一切，随后他平静看着杨大勇，猛地抽出弹簧刀，连腿竖下来。苏龙将尸体丢在地上，随后取出打火机，伪造脚印一直到警车。苏龙看着自己腹部，眼底狠辣，果决挥刀，接着将匕首丢入流动河水，毁灭 DNA 与指纹痕迹后，苏龙平静躺下，等待，宛若死亡。失血的眩晕感让苏龙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却始终死死捂住伤口。直到有脚步声传来，苏龙才终于闭上眼，彻底失去意识。周局，这边有人。这孩子被人贩子捅了一刀，但还活着，快抢救！很快，警员将苏龙抬上车，送往医院。据受害人尸体检验，肋骨多处骨折，死因是心脏及腹部刀伤。凶器据推测大致是匕首一类。地面残留脚印，根据身前与尺寸推断，应该在1.83米左右，体重79公斤，体型魁梧。除此之外，地面有拖拽痕迹，判断为受害人残留。根据线索来看，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因为民众报警搜山产生危机感，嫌疑人发生内讧，因此先是驱车致死，凶手杀死同伙，随后驾驶车辆带苏龙离开，途中发现携带苏龙无法逃离，因此决定杀死苏龙，弃车逃离现场。发现苏龙在一处河谷，因此没有找到脚印，可以判断为凶手顺着河水逃离。立刻上报，要求局里增加警力，协助调查。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叔叔想问问你，那些人贩子具体消息。他们把我绑住，塞进后备箱，我不知道去哪。车开得很快，像在走上坡。我只听到他们说还要多抓几个孩子。后来他们说有警员搜山，肯定有内鬼出卖。之后他们就打起来，我再看到就在河谷，他们拿刀要杀我。你家电话多少？我要你家里人来结算一下医药费。我家没钱，没装电话。没事，你好好休息，这些钱叔叔垫付了。叔叔，我想回家。你确定你没事了吗？我没事了。那行，我带你回去。孙海洋将苏龙送到大潭村口，便赶着去抓捕人贩子。清晨，老爷姥姥老早做好了早饭。苏平生、苏平正、苏平央、苏平林4个孩子面前都是大米粥、煮鸡蛋，唯独苏龙面前是一碗黄米汤。黄米稀疏，米汤也算不上浓稠。虚弱一夜，苏龙也不在意，大口喝米汤补充体力。吃完饭后，二弟苏平生开始读书。如今他11岁，正是初中年纪。熊熊白兔，东走西顾，衣不如新，衣不如新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，出自两汉古谚歌，讲的是劝诫人们珍惜眼前，不要喜新厌旧。用你说，管好你自己吧，就知道惹祸。时间再度拉回25年疗养院，已经退休。昔日主办人犯案副局孙海洋也在看着。叶啊，你的一生怎么可能只有表面上那么普通？很快画面就跳转到苏家二子苏平生模拟长子画面。如今一大家子都住在小姑家里，吃喝住行都需要用钱。短时间内小姑还能撑住，可时间一长，只怕小姑不说什么，姑父也要心生嫌隙。而且无论养活弟弟妹妹，还是培养他们，用到的都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赚钱，我要赚钱。只是还没个头绪，门就被推开，弟弟妹妹涌入。这道题怎么做？你快帮我看看。我自行车坏了，链条上不去。哥，你看，妹妹又哭了，饿了。我要赚钱，你干好了，我才适合当大哥，因为我不会把弟弟妹妹交给任何人。苏平生对商机嗅觉敏锐，很快通过走访城市乡村，苏平生目光锁定在土鸡蛋、泥鳅等饰品上，开始倒腾赚取差价。第一批货他前往农村搬运，虽然在城市贩卖被驱逐，勒令交了100多块摊位费，但苏平生还是赚取了80块差价。只是很快，他眼底化作惶恐。院外有撞击凹痕的陌生面包车缓慢驶过门前，愈发让他面色苍白，联想到凶手。苏平生一把关上大门，回到房间。人声对比，另一视线，新的画面出现。清晨，大潭村30多青壮年组成的民兵分成2队，一队在村口设卡，村内巡逻，另外一队则开始上山搜寻人贩子踪迹。看着这一幕，苏龙满意点头，随后带着2个粗糙干饼出了门。大潭村后面有个不起眼的荒山，山谷小路崎岖，人迹罕至。苏龙担心被发现端倪，没拿家里农具，直接捡起周边木头石块开始挖掘。整整1周时间，大潭村始终在戒严。不仅是大潭村，矿区小镇、左营乡、赵庄各地始终没有停止防范警惕，安全了许多。而这1周时间，苏龙也终于挖好2个大坑，每天回家身躯都快散架，伤口疼痛牵扯不断，吃的也只有冷饭剩饭。看看你这一身，最近每天都去哪了？
整日里不着家。我去帮他们搜山抓人贩子。就你还抓人贩子，整天舔个脸傻笑，你能抓谁？没用的东西。25年除夕，邺城高档养老中心，93岁的程忠如今正在这里养老，看着这一幕，呆住许久。所以呢，之后你送走弟弟妹妹是为了报仇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为了钱吗？大潭村外，少年苏龙推着自行车，艰难行走于山间泥泞。他几乎颤抖，将父亲身躯放在自行车上，艰难推着自行车于星夜山野中孤独前行，直到将父亲尸身运到山谷，再返回运送母亲身躯。后半夜，苏龙将最后一捧土按紧埋下，然后从粗布包里拿出蜡烛点燃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弟弟妹妹都没事，我一定照顾好弟弟妹妹。三弟苏平正、四妹苏平央两人对视，无法相信这一画面。父母死亡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牵扯，敌人如此强悍，但苏龙居然真要去对付无法想象的幕后黑手。父母被人杀害，我却骗弟弟妹妹父母出差去了。明明是凶手烧的房子，我却说是我不小心玩火导致的。姥姥姥爷对我恨之入骨，我却十分开心，只有这样，凶手才不会盯着他们。爸妈到底去哪了？出差。等爸妈回来，看到老房子没了，一跑不掉。这道题解题思路不对。要不是你把房子烧了，我还有辅导书用，用不着你假惺惺来教。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不和你玩，房子没了，爸爸打。我不想读书了。混账！老程家、老苏家代代出人才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孽障？烧房子不读书，以后去监狱过活吗？不读书还省钱了。院子里，苏荣一个人落寞地站在那。以后我就留长发了，这样看着还能成熟点。1周后，主办案件副局孙海洋找到苏荣，拿出一堆照片。孩子，看看，是这几个人吗？不是，都不是。继续侦查，继续抓捕。我记得那天车上还有个小孩，肾都被挖了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之前怎么没说这些消息？真的是这样。孙海洋皱眉疑惑，他总觉得这孩子是故意要把事情闹大，但他还是将案件层层上报，最终惊动了东昌省局。东昌省局将此立为重大案件，组织洛丘、西海、邺城、滨城、合肥多市联合侦破，针对贩卖人口、器官重大犯罪活动予以严厉打击。他能做到一切，可他为什么会将我们送人？记不记得大火烧了老房子不久，我们去上学，我在学校被人欺负，都还是靠着自己还击，打得对方转学。那时候我也告诉过苏龙，可苏龙根本不敢管，也不在意。矿区小学，那时2年级的自己被2个胖子欺负，回家后他告诉了苏龙，隐晦希望苏龙出面教训对方，但苏龙只是冷眼看着他。这是你自己的事，男人的事就该自己处理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苏平正才厌恶所谓的大哥，才开始想要当官。此时节目画面继续，苏平生模拟长子画面展开，苏平生收拾好刚刚倒腾山货、各类农家鸡蛋、泥鳅等。这段时间他一方面继续倒腾各类商品，赚取差价，一方面也私下开始找一些人，给他们一点费用，让这些人报警。警员开始频繁出现在姑妈家周边，尽管每次都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调解，但凶手并不知情。这样场景多次出现，那辆明显撞击凹痕面包车也短暂消失。身心俱疲的苏平生刚回家，老三苏平正就凑上来：“哥，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。”世纯，带我去，哥替你报仇。结果就是对方带着家长连同苏平生也打了一顿，还掏出钱来摔在苏平生脸上，扬长而去。第二天老三哭着又来找他：“哥，他们又把我欺负了一顿。咱们搬家，不读这个学校了，以后哥能赚钱，你也不会被欺负了。这才是哥哥，他替弟弟出头，而不是不管不问。”人生回溯，苏龙长子画面对比同步出现，视线里苏平正对老爷哭诉自己在学校被人欺负，他们推我，还在放学时叫人打我。被欺负就要找老师，明天我会告诉你们班主任。老爷离开，苏平正无奈擦拭眼泪。他找过老师，但老师除了训斥周胖子，完全没用。他只能无奈找到苏龙。男人的问题就该自己解决，这是你的事，遇到事就哭，不像个男人。你真不配当哥。病房内，如今已是市长的苏平正复杂地看着眼前一幕，想到昔日，没错，这人和记忆中一模一样，话语冰冷，毫无庇护。苏龙记忆回溯中，新画面继续出现。矿业小学背后有条小路，苏龙就站在小路边等着，远远看着一个胖子甩着书包出现。苏龙眼眸冷漠，提起棍子，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帮谁出头？刚好这时周学强的哥哥路过，还带了几个混混。敢打我弟，给我打他！等苏龙回到家时已是天黑，手臂、手掌有着多处淤伤。
不读书，这是为了去当混混。苏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丢人东西？苏龙没说话，第二天带着满身伤痕，在矿业小学门口堵住周学强。昨天伤还没好，周学强畏惧抱着头，棍棒下惨叫着：“你他喵到底谁啊？老子哪里得罪你了？”苏龙冷着脸，一言不发，继续殴打。周家大哥听到弟弟又被打了，神情暴怒，带着几人匆匆赶来。你他妈有病啊！干他，往死里锤！这次苏龙伤得比昨天还重，一瘸一拐回了家。直到第3天傍晚，在小学旱厕，苏龙再度堵住周学强，再次下狠手。周学强哭泣，愤怒看着熟悉棍棒，无力感涌入心头。周家大哥得到消息彻底疯了，红着眼冲了上来。苏龙抄起一旁旱厕的拖把，周围小弟直接被吓得跑路。顿时，现场只剩下周家2兄弟。此刻，苏龙狰狞癫狂，狠狠殴打周家兄弟2人。我们哪得罪你了？你到底是要给谁出头？你说个名字啊！苏龙依旧没说帮谁出头，只是摔下拖把，转身离开。旱厕拖把甩动，连带着苏龙身上也染上一身骚臭味。回到家里已是傍晚，姥姥嫌弃看着苏龙：“这是掉茅房了，这么臭。”别进厕所洗，太恶心了。苏龙只是默默点头，然后走到院外用冷水冲澡。饭桌上，苏龙面前依旧只是放了一小碗米汤和一些咸菜。9岁的苏平正今天没哭，神色骄傲无比。今天周胖子不敢欺负我了，我直接把他推倒了，他终于害怕了。而且这家伙最近都变老实了，不敢欺负大家了。遇到问题，人只能靠自己，一定要坚强反击。说到这，还故意看了一眼沉默的苏龙，不屑转头看到弟弟目光，苏龙只是默默喝着米汤。深夜，苏龙带着刀趁着夜色摸到了周家。看门黑狗远远听到脚步声，开始狂吠。苏龙眼眸阴冷，直接挥刀。狗叫声也引来周学强开门查看。眼见自家看门大黑狗死了，周学强只觉寒意从脊梁窜到大脑，喊都喊不出来。再欺负别人，这条狗就是你的下场。看着苏龙离开，周学强终于彻底胆寒、绝望，涕泪横流，瘫在地上。第二天傍晚，放学的苏平正肉眼可见的开心。周胖子转学了，变得特别老实，班里不少人可开心了。病房里，苏平正完全呆住，他想到昔日自己和胖子那一幕，那天在学校又被堵在操场，自己想到没人帮助，咬牙决定反击。胖子被推倒，不仅没打自己，还笑呵呵问自己：“是不是叫了你哥哥来出头？”我哥哥那个废物怎么敢出头？他也配当哥哥？我能靠的就是我自己。胖子之后也没打自己，只是面无表情走了。这真的是你吗？你居然为了我3次找上胖子，以寡敌众，却从未停止，甚至在半夜一个人上门报复，震慑胖子。你真是这样的人。可之后你把妹妹都送走了，你让我没有家。此时新画面同步出现，苏平生为长子画面回溯，距离3弟苏平正被欺负过了几天，苏平生一边继续努力赚取差价做生意，一边抽空去了趟学校。这些天他已经联系到新学校，这次来学校是带着弟弟苏平正转学。带着苏平正抵达新学校后，苏平生咬牙掏出50块钱递给班主任：“这孩子以后在班里就麻烦老师多多照顾了。”回家后，苏平生终于注意到老3苏平正在家里也习惯低着头，因为多次被欺负，被迫转校，变得有些自卑。彼时苏龙人生回溯画面同步，老3苏平正因为苏龙暗中帮助下，他开始大胆反抗，愈发自信阳光，充满活力。我一定要成为官员，实现目标。此时苏平生模拟长子人生画面出现。傍晚，苏平生艰难推着自行车，疲惫串街走向。这时他突然注意到角落里的光头。我是老大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弟弟妹妹。好好的搬家干什么？得花多少钱？我得挺着，我是老大。苏平生咬牙，想到昔日苏龙所说，你说父母出差烧了房子之后，大家都搬到大潭村姥姥家，弟弟妹妹正常上学，之后有矿区找茬，让我们搬家。老爷城中甚至被人殴打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最终带着大家灰溜溜搬到城里。我才不会和你一样，被迫带着家人被任何势力踢皮球。叶城养老院，城中复杂的听着二孙子苏平生说的话。30年前有人上门催债，苏龙的确没站出来，故而到现在他都觉得茫然。如果苏龙记忆中一切是真的，为什么一家人在当时会被从老房子赶出来？又为什么自己被打，他却没站出来？毕竟他可以为弟弟在学校被人欺负做到那种程度。这一刻，城中声音嘶哑苍老，带着叹息：“你真是小龙吗？”彼时长子对比节目，新画面开始出现，苏龙人生回溯。我回来了，整天不着家，也不见赚钱回来，就会混日子，不干活等饿死啊！赶紧去扯花生，割猪草。看见弟弟妹妹在学习，苏龙本想凑过去，但还没走过去，二弟苏平生就开口了：“别来打扰我们学习，不读书就做点正经事。”苏龙也没多说，默默点头，随后离开房间，下地割猪草、洗衣服。
即便手掌冻疮开始皲裂，伤痕密布，但苏龙始终坚持做着每一件家务，直到深夜家人都睡了，苏龙才平静出现在父母坟前。苏龙很想哭，因为只有在这里，他才会感觉委屈，才会觉得原来自己也是个需要爸妈的孩子，但他强忍着。我不会哭，不会哭的，妈，我没事。你看，我现在要对付敌人了。他坐在坟前，默默思考局势。疗养院早就从警局退休的孙海洋也在看着，他神情恍惚。这些事，昔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第二天一早，苏龙找到了老爷。老爷，我想去县城打工，爸妈之前就说想让我学修车，至少有一门手艺在。你算是个没出息的，修车就修车吧，至少弟弟妹妹要成才。老爷掏出10块钱，塞到苏龙手里。好好干，总比每天瞎混日子强。好在村镇到县城就有洛丘人才市场，苏龙花几块钱买了车票，踏上大巴车。下车后，苏龙迅速买了一份摄影机和胶卷，这才抵达人才市场，装作懵懂开始边走边看。小兄弟来干啥？忽然被拦住，苏龙表现有些慌乱，颤巍巍用外地口音回应：俺来找个活干，想看看能不能赚点钱。赚钱啊？那还有比挖矿赚钱的事？我们一天能赚好几十呢。你要愿卖力气，咱带你一个。好几十？不过那矿不接受外人，到时候你说是我侄子，老板不会卡你工钱。记住了，到地方别乱说话，我们说啥你记啥，别让老板他们发现，不然这钱你可是赚不着了。这一刻，苏龙慌乱表现得恰到好处，愈发让两人满意。又骗到一个傻子，记住，到地方了就说我是他叔，你是他二舅，带着孩子来赚点钱。等下了矿井，给他砸死在里面，告诉老板，老板不敢报警，起码得赔咱3万。3万啊！干了这一票，咱们再换个地方。医院病房里，苏平正、苏平央、苏平林几人面面相觑，都想到昔日苏龙的确是外出打工，说要去赚钱。那时候还觉得他读不了书活该，现在看来，他似乎不是为了赚钱。想看长子苏龙小说后续的宝子们，添加收藏、点赞加关注哦。病房内，如今已是市长的苏平正复杂地看着眼前一幕，想到昔日，没错，这人和记忆中一模一样，话语冰冷，毫无庇护。苏龙记忆回溯中，新画面继续出现。矿业小学背后有条小路，苏龙就站在小路边等着，远远看着一个胖子甩着书包出现。苏龙眼眸冷漠，提起棍子，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帮谁出头？刚好这时周学强的哥哥路过，还带了几个混混。敢打我弟，给我打他！等苏龙回到家时已是天黑，手臂、手掌有着多处淤伤。不读书，这是为了去当混混。苏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丢人东西？苏龙没说。医院病房里，苏平正、苏平央、苏平林几人面面相觑，都想到昔日苏龙的确是外出打工，说要去赚钱。那时候还觉得他读不了书活该，现在看来，他似乎不是为了赚钱。登记时，孙爱学特意点明了苏龙是他家侄儿，但赵学兵两人没打算一进矿就杀人，故而苏龙也真在矿里辛苦开始干活。矿井每天都会有鞭子声响起，苏龙靠在矿洞口边缘，悄悄从裤子掏出摄影机，开始拍摄。这些天，苏龙不光拍摄矿山殴打矿工，还有这里偷偷违法采矿，各类证据都有。没人注意这个整天脏兮兮的小年轻，矿山依旧运转，热火朝天。傍晚，管理开矿几名领导抵达，矿山老板马启柳亲自出面陪同。苏龙强忍着寒冷和臭味，躲在矿山茅房边缘，任由指尖冻疮破裂，默默拍摄画面。这一幕让观看者震撼。他准备讹诈矿老板吗？苏龙12岁开始讹诈人，他的本性开始展现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感觉他要做一件大事。而现在，苏龙记忆追溯画面继续。偷拍完毕，苏龙蹑手蹑脚回到大通铺，已是深夜1点。赵学兵和孙爱学已经睡着，鼾声很响。苏龙悄悄翻出赵学兵手机，随便输入一串电话，备注媳妇，之后开始发送短信。做了这一笔，我就干掉孙爱学，到时候拿着双份赔偿跑路。做完一切，算算时间，快到凌晨3点半。孙爱学每到这个点就会起夜。苏龙将赵学兵的手机屏幕调整常亮，故意不小心掉在地上。孙爱学本就要起夜，听到声响起身，看了一眼赵学兵的手机。当他看到屏幕上的短信，原本睡眼惺忪化作愤怒，他戒备的外出撒尿。床上，苏龙悄悄看了一眼酣睡的赵学兵，删除短信。离间计在这一刻开始启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孙爱学和赵学兵照样一起吃饭，似乎毫不在意。但苏龙已经察觉到了，孙爱学对同伴明显多了几分警惕。于是临出门时，苏龙悄悄放了一把水果刀在赵学兵枕头下。第二天夜晚，劳累一天，三人回到大通铺，赵学兵便先去洗了个脸。趁着赵学兵洗脸功夫，苏龙假装整理床铺。下一刻，孙爱学瞳孔收缩，一柄水果刀从赵学兵枕下掉落。这时赵学兵刚好洗完脸出来，孙爱学看了一眼赵学兵，他只觉得遍体生寒。注意到这一幕，苏龙默默来到院外，
借着撒尿借口偷了其他矿工手机，给熟睡赵学兵发了短信，然后他再次将该矿工手机卡掰断，把手机放回原处。矿山工作极累，大通铺鼾声再度响起。半夜3点，苏龙听到悉悉索索声响，眯着眼睛悄悄看着。孙爱学悄悄起身，径直站在赵学兵床头。彼时赵学兵手机已经被孙爱学偷偷打开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着：赶紧动手，2个人都干掉，拿着双倍赔偿金回来。孙爱学脸色终于变了，悄悄放回手机，眼底闪过一丝戾气。趁着孙爱学回去睡觉，苏龙也再度摸过赵学兵手机，一如先前那条短信一样，点击删除，随后默默睡去。清晨，矿井里，赵学兵狠辣开口道：“差不多了，该动手了。”该动手了，的确该动手了。两人目光转向正卖力挖矿的苏龙，苏龙迎着两人目光，只是憨笑点头，似乎全无察觉。病房直播画面中，3道身影互相凝视，画面宛若定格，猎人和猎物界限如今竟模糊不清。孙海洋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复杂思索着。所以你打算勒索敲诈，还是有其他目的？你小子还真狠啊！彼时弹幕不断出现，很多网友开始猜测苏龙到底要干什么。苏龙拍摄黑矿目的是什么？不会是勒索吧？我看有可能他想法和那2个中年人一样，毕竟他现在是他们的侄儿。很难说，但他好像一开始就打算来矿山。弹幕讨论中，画面再度出现新的：你这一天在弄啥？还在挖矿？差不多了，赶紧找到苏龙那小子，该动手了。是该动手了。早就感觉你不对劲，你特么的也想对我下手。孙爱学刻意制造矿脉坍塌，制作了赵学兵被砸死的画面，而后他哀嚎着跑出来。二哥出事了。苏龙也配合表演，流着眼泪呼喊：“二叔出事了！”见到这一幕，孙爱学举起袖子擦拭眼泪，内心冷笑：赵学兵这里能赚一笔赔偿，等之后再想办法弄死苏龙。还有一笔，拿完这笔钱我就跑。矿洞坍塌消息很快传出，本就是非法采矿，没有相关安全措施。彼时办公室马启柳烦躁不已，赵学军要3万块钱，但矿老板总感觉不对劲。这几个新来矿工没多久，矿就塌了。他不信，你去把那个傻不拉几的傻小子叫过来，我来探一下他的底。俺在人才市场碰到他们，他们说带俺挖矿赚大钱。他说不是他们亲戚，老板不让上工，就让俺叫他二叔。他喵的，算到老子头上了！把这个小崽子关了。来几个人，抄家伙，找孙爱学聊聊。马启柳找到孙爱学时，人正在吃饭，几个打手上去就是2棍，拖着人开始盘问。苏龙藏在脏兮兮的煤炭里，强忍着冰冷泥泞的煤炭灰，透过缝隙打开照相机，开始拍摄打人杀人画面，直到孙爱学厌弃，马启柳安排人善后，才烦躁离开。当马启柳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苏龙早已不见了踪影。那小崽子跑了，快，全给我去找！我就不信这么短的时间，他能跑多远？外界很快传来矿场打手搜寻怒喝，苏龙面无表情，藏好摄影机，在脏兮兮的煤矿车里趴到凌晨1点，之后借助煤车离开。出来后，苏龙换了一身衣服，然后抵达照相馆，开始洗胶卷，同时找到周围复印店复印整整3份证据，一直等到早上，苏龙才敢露面。然后他目标明确地向着电话亭奔去，接着拨通了一通电话，电话接通后立马就传来烦躁不安的怒吼：谁呀？去人才市场小胡同牛老师拉面店门口找一个白色垃圾袋，里面有你们杀人的证据。他喵的，是你这个小崽子，你果然跑了。马总，找到了。马启柳打开垃圾袋一看，面色铁青，胆寒至极。矿山殴打工人，私自开发未规划区，违法开矿。更令他害怕的是自己带人杀孙爱学的照片，竟还有自己和领导的合照。这一刻，马启柳烦躁至极，思索着该如何找到那个小崽子。毕竟他已经查过，苏龙身份电话留的全都是假的，这样的证据绝不能留在外面，所以那小崽子和他背后的人必须得死。一直熬到中午，马启柳的电话才再度响起。我只是被人雇佣，老板说了，让你去矿区正大潭村找一个开着3轮车卖咸菜的工头，记得带上50万。电话挂断，苏龙没有离开，反而愈发平静，直接开始在县城找房子。看了一上午，按照县城布局，苏龙终于确定了一户正在出租的区域。这里靠近学校，很适合弟弟妹妹读书，距离不远，出事概率很小，而且右边几百米就是公安局，安全更能得到保障。联系房主确定房子后，苏龙才终于再度抵达车站买票，准备回家。他喵的，敲到老子头上了！去，马上给老子喊人！矿场所有打手，还有养在外面那群小崽子，全都叫上！马总，咱不给钱吗？50万，你有啊？有老子也不给！找人宰了那个光头，还有那个小崽子！现在，马上！这玩意一天不找回来，你们一个个都得吃箱子！此刻弹幕不断滚动，越来越多观众震撼看着。所以苏龙从一开始打算的就是祸水东引。
50万，95年50万可以在我们县城买20套大房子，这个价格怕是苏龙早就算好了。没错，这么多，对方根本给不起，而且也不可能给，毕竟是群混子。疗养院内，孙海洋看着这一幕愈发震撼。这小子借刀杀人，让事情闹大，真恐怖啊！这小子但凡走错一步，就得死在这。可他偏偏算计到了每一点。彼时苏平生长子模拟画面展开。天色渐晚，苏平生艰难推着自行车从大雨中回家。现在他已经带着姥姥姥爷还有弟弟妹妹搬到新家，自己和老三苏平正、四妹、五妹也都被送到新学校。这段时间他依旧在拼命赚钱养家，只是人还没进大门，就被上次联系的混混叫住。这周围有人在到处找人，目标线索是苏姓一家5口。为什么在我小时候什么都没有感受到？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被追杀？为什么当我模拟长子，我开始感受到了？我是老大，我不会放弃。绝路。与此同时，苏龙长子回溯画面出现，从县城黑矿回家。苏龙推开门，迎面是老爷城中不满神情。出去学技术，1个月不给家里联系，都学什么了？知不知道弟弟妹妹都是用钱时候，赚到钱没？苏龙掏出兜里之前买相机留下120多块，递给老爷城中。城中这才舒缓眉头，被冷落在前院。苏龙也不在意，拿着书包，里面装满衣服，挨个敲响邻居家房门。同时他侧身似乎不经意看了一眼房门，弟弟妹妹听到自己回来，都靠在门口看着。察觉到这一幕，苏龙才笑着看向开门邻居。表叔，我不是这段时间去县城打工了吗？回来时带了些零食和衣服，你看看给小牛合适吗？这孩子回来就回来，带什么东西？出去赚钱，回来没给弟弟妹妹带东西，反而给邻居带东西，有你这样当大哥的吗？9岁的苏平正一手牵着一个妹妹，也在期待看着。总不好得罪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以后你们也能少被别人冷嘲热讽。打铁还要自身硬，总讨好别人，难怪你活成这样。你这种人不配当哥哥。深夜，邻居小牛穿着牛仔衣凑了过来，盯着大门口孤独站着的苏龙。表哥，为什么给我买衣服，没给二表哥他们买啊？我不想我的弟弟妹妹为我伤心，他们恨着我总比纪念我好。我以后注定要坠入深渊，我不能让他们跟着难过。病房，苏平正盯着画面，忽然觉得呼吸一滞。苏平央没说话，峨眉蹙起，呆住。你真会这么好吗？可你到了县城，你急匆匆的把我送人了。清晨大潭村口早市，有卖早餐的，也有卖糖，热闹不已。这时一名光头踩着咸菜车开来，他一边叫卖，一边打听苏家人的消息。突然，一名矿工攥着猎枪径直向光头走来。就特喵你要50万，你是真敢要，孙子！光头看着，笑容和善，手却悄悄摸向腰间。不是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什么50万？趁着黑矿工愣神，光头眼底狰狞狠辣，掏枪射击。角落里，苏龙眯着眼睛，从缝隙中仔细看着，面无表情，同时也开始瞧冷静画下光头特征。战况很轻松，光头枪法很准，轻松解决问题。随后慌张驾车离开。特喵的，这一趟处处不顺，还折了一个兄弟。这几天不是人贩子就是矿上出来的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村口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枪击案，警方迅速抵达现场，开始走访调查。警局会议室内，孙海洋神情冰冷，眼底满是怒火。枪击案负责登记调查的那群家伙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前不久矿业小镇才刚刚发生人犯案，凶手堂而皇之在警方眼皮子底下杀人离开，现在大潭村里又出现枪击案，太猖狂了！马上查，半个月内要是破不了案，全都等着扒衣服吧。疗养院内，孙海洋从回忆中回过神，收回视线。这小子12岁就有这种心智和手段，真是恐怖。大潭村村长刘静文家的大喇叭在正午时分响彻。所有人注意，村口发生命案，警方正在调查，所有人必须配合完成取证。有可能人贩子再度出现，村口都是带枪火拼。这段时间大家出门注意安全，不要单独前往野外。村里已经组织巡逻队开始巡逻，不要害怕，保持冷静，相信警方会尽快破案。彼时苏龙在家看着老爷，再度提出要前往县城。这是我之前在县城赚的钱，爸妈走的时候说了，要是过年了他们还没回来，就让我拿着钱带弟弟妹妹去县城。县城教育条件好得多，弟弟妹妹更容易考上好学校。苏龙稚嫩脸上神情纯真，似乎真有这回事，手里还拿着500块，这是之前黑矿赵学兵2人藏的钱，苏龙走之前就拿到手了。老爷城中闻言火气上涌，一把拿走500块钱。去县城？去什么去？那县城消费承担得起吗？一天光想好事，你这样的去县城活着都难，还培养弟弟妹妹，你看看你混的。我们在哪里都能认真读书，去县城干什么？自己都养不活，我们又没赚钱，难道还能指望你？
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先管好自己，别又在外面瞎玩惹事。我们凭什么跟你去县城？去了又能干嘛？几个弟弟妹妹没人愿意去，苏龙面无表情看着，没继续说话。吃过饭，苏龙找到村里出了名的混混罗三，故意加入赌局，扬言要赚点钱，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赌桌上，罗三几人看着苏龙，笑眯眯开口：“行了，你身上那100多都输光了，要不咱不玩了？你看你也没什么能输的。”老子没钱，家里不是还有房子吗？我姥爷那套房子就抵3000块，敢不敢？你敢写欠条，我们有什么不敢？黄昏，罗三甩着手里欠条，笑盈盈送腿米的苏龙离开。明天我们兄弟上门，可提前给你姥爷说好了，慢走，下次想翻本我们等你。第二天一早，罗三就带了10几人抵达程家，在大门口怒骂：“还钱，欠债还钱！苏龙，你别想来，没人能见老子钱不还。”你又惹什么事了？我想打牌赚点钱，结果把房子赌输了。你这个畜生！我们已经没家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们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哥？你要害死我们啊！大门被打开，罗三带人推搡着程中，手里镐头几乎放到程中脑袋上。周边街坊邻居也议论纷纷，摇头叹息，老程家外孙不是个东西。苏龙面无表情，平静看着，他不在意，只要能离开。趁着贩毒集团转移目标盯着黑矿，赶紧找借口走，所以必须欠债，只有这样老爷才肯松口。深夜，苏龙在院子跪着，姥姥呜咽，绝望怒骂：“苏家怎么有这种孽障？赶紧滚出去，别出现在这了！你除了害我们，还能做什么？求求你行行好，滚吧！”这一刻，苏龙低着头没说话。老爷程中叹息，无奈开口：“去县城吧，赶紧走！罗三这些人咱们惹不起。”一家人趁着夜色收拾东西，坐上拖拉机，带着锅碗瓢盆悄悄离开，谁也没告诉。想看长子苏龙小说后续的宝子们，添加收藏、点赞加关注哦。因只有12岁的我却沉溺于打牌，不仅家底都输光了，还把老爷家的房子给抵押了出去，搞得一家人无家可归。可我并不后悔，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贩毒集团盯上。老爷带着行李，姥姥带着苏家5个孩子下了车，来到天河小区。这里是苏龙之前说在县城租的房子。饭桌上只有炒白菜和干豆角，谁也没说话，愈发沉闷。程中冷眼看着苏平正、苏平生等弟弟妹妹，愈发愤恨不屑。饭后，苏平生带着弟弟妹妹学习，小妹则是沉沉睡去。程中叫来苏龙，语重心长凝视这位大外孙：“以后不要瞎混了，看看现在咱们一家子连家都没了，你还小，就算没钱上学，也要自己学习，或者以后学一门技术。之前你不是说你爸妈离开前叫你学修车吗？修车学好了，1个月也能赚几百块钱。你弟弟妹妹还小，我们老了，以后一家子怎么办？”听到这，原本始终低着头的苏龙似乎眼前一亮：“老爷，要不把弟弟妹妹送人吧？我之前来县城，知道一家人挺有钱，就是没儿子，人还愿意出钱买呢。我看老二就挺合适，估计能卖个好价钱。”你这个孽障！房间里，小苏平生流着泪，泣不成声：“二哥别怕，老爷不会让那人乱来的。”“不行，不能卖二哥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”混账东西！咱老程家、老苏家从来都没有卖过孩子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走，你走，以后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。谁会卖了自己亲弟弟妹妹？你没人性！走啊！”苏平生没说话，只是举起袖子擦着眼泪，怨恨地盯着苏龙。如果说以前他还对这个大哥有一点指望，现在他对苏龙只有恨意。苏龙只能狼狈被推搡离开家里。孩子不怕，老爷还在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苏龙做主，老爷不会让他卖了你和弟弟妹妹的。4个孩子听到苏龙说的话，明显是害怕了，就算都倔强撑着，但到底只是些孩子。都别怕，老爷还有力气养得活你们，咱们一家人谁都不能分开。直到姥姥哄着4个孩子到卧室睡着，程中才叹息着看着窗外，逐渐苍老的面孔有些发呆。明天平生要交班费了，平平也要买课外书，还有小丫头也该入学了。知道了，没事，我回头去找点事做，不能节约孩子的钱。彼时，被赶出门的苏龙出现在天台，雨下得很大，淋得人身上冰冷，风吹得也很急，冰冷衣服贴在身上，刺骨发寒。那一刻，他很想跳下去。苏龙抬眼看着万家灯火，狠狠甩手给了自己一巴掌，咬牙：“我不能跳，我还有弟弟妹妹，我是哥哥。敌人很强，弟弟妹妹必须送到其他家庭，让他们去条件好的家庭。敌人能轻松射杀黑矿持枪杀手，可见经过专业训练。现在他们还在找我们，我必须通过没手续的方式把弟弟妹妹送到其他家庭，让他们彻底逃离这场灭门。至于我，没关系。”彼时，医院病房，正在看直播的苏平正直接呆住：“你让我们走，你自己面对一切。”此时，苏龙人生回溯，新的画面出现。
2月寒风刺骨，苏荣穿着单薄衣裳在周边游走观察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他需要给弟弟妹妹找到好的家庭。县中心繁华之地，一处小区外，苏荣目光落在那些精心打理的花草上，还有那条时不时出门的小狗，看得出来这家经济条件不错，而且很爱生活。苏荣已经观察这里4天，也在暗中走访调查。住在这里的男人叫苏建功，是个税务局小科员，平时对人很友善、温和，性子温吞，学历素质都很高。40岁，现在没有孩子。苏荣穿着单薄破旧衣裳，像是乞丐一样从门口路过。苏建功叫住了苏荣，给了他10块钱。反复测试该人人品之后，苏荣凑到苏建功邻居处，开始询问苏建功人品如何。老苏啊，这家伙人是真好，可惜了，没孩子。这些年求医问药都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也算是彻底绝望放弃了。他每次和我们吃饭，提到最多的就是想要个孩子。周边邻居都很认可，提及这件事，明显带着几分叹息。天色将暮，苏荣再度穿上之前破旧衣衫，来到了苏建功门前。那10块钱我用了，都给弟弟买书了，还给弟弟买了一点吃的。我带着弟弟活不下去，你们能收养他吗？明是自己的亲弟弟，可我却转手把他送给了别人，弟弟为此对我恨之入骨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只有这样做，他才不会被坏人给盯上。我带着弟弟活不下去，你们能收养他吗？苏荣低着头唯唯诺诺，然而提出要求却让苏建功皱起眉头。我弟弟读书很好的，只是爸妈没了，他跟着我过不上好日子。倒不是不能收养，只是我现在事业还没稳定，不一定能照顾好孩子。看着苏建功笑容和煦，苏荣乖巧点头离开。直到苏建功回家，苏荣才抵达小区门口，开始和保安交谈。老苏，那人就是一根鸡，为人和善正直，总按着规矩办事。税务局局长早就看这家伙不顺眼了，所以有升职机会也不给他，也难怪这家伙到现在都只是个小科员。苏荣闻言眯起眼睛，转身离开。深夜，苏荣抵达一处小区，翻进了一处围墙。他面无表情，开始拿出工具撬锁。这里赫然正是税务局局长家里，老式保险柜被暴力撬开。苏荣盯着其中10万现金和2根金条，直接全部拿走，然后再到小区外的电话亭开始报警。我报警，洛丘税务局局长家所住的福利小区被盗，请立刻麻烦尽快出警解决。接到盗窃报警，陈开山焦急万分，飞速抵达。看着满屋狼藉和被撬开后空空如也的保险柜，陈开山面色铁青。只是那10万块现金和2根金条，合同这些他不敢告诉警长。兜了什么？丢了3000块人民币。注意到调查警员离开，苏荣冷眼看着，旋即再度抵达电话亭。这次拨通的正是陈开山电话。贵局领导动辄勒令我们停业整顿，陈局长希望您能秉公执法，毕竟他收受不少贿赂，证据可都在我们手上。你们这是想要抗法，对抗税务机关，我劝你们不要自误。是吗？他的证据您不在意，那10万块现金和2根金条您也不在意？您不在意，有的是人感兴趣啊。电话挂断，陈开山神色狰狞，亦带着几分无力，陷入沉默。韩建国、蔡徐坤，他一一念诵着几个科长名字，一时间竟然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得罪了对方。必须将这些人全部降职，不然一旦查到自己头上。随着第2天天亮，韩建国首先被调任，接下来包括蔡徐坤等人一一被调走，而空出来职务则开始被原本表现不错老同事取代。苏建功正是其中之一。彼时直播间沸腾不已。苏荣真的只有13岁吗？他心机真的好可怕。面对苏建功困境，他没有选择直接说帮谁，这样即便税务局长陈开山知道后想要报复都找不到目标。现在危险全部铺开，局长没有证据开始怀疑所有人，于是他只能调动所有人，这样也导致苏建国自然而然完成上位目的。这人好聪明。弹幕纷涌中，苏荣长子人生回溯画面再次出现新的门铃被按响，一份包裹出现在门口。税务局长陈开山整个人似乎憔悴了许多，毕竟虽然已经撤职调动所有科长位置，但只要把柄还在对方手里1天，他就寝食难安。看着莫名出现包裹，陈开山拆开，旋即面色铁青。10万块现金，2根金条一分不少，出现在家里，失而复得没有让陈开山惊喜，反而让他愈发焦躁。东西在手里，证据却彻底留在对方那里。对方到底要做什么？难道是我调走的人得罪了他？他想利用我报复降职对方？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反正事情都解决了，你刚提拔上来的人要不换下去，吴小弟工作履历也符合标准了。行了，别招惹是非了，现在没事就行了。陈开山比妻子更恼怒，但没办法，他找不到敌人究竟是谁。现在他只能跟着对方提前安排好的剧本，一步步走下去。孙海洋也在看着画面，呆住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手段会出现在一个13岁的孩子身上。苏龙这人做事真是完美，他没有把钱一直扣在手里，而是选择归还，这才是真正高明的手段。
现在还了钱，目的达到，也代表明明白白告诉陈开山，我知道你的把柄，所以你最好保持现状。这孩子了不得啊！此时出现新的画面，苏龙身影再度出现在苏建功身边。叔叔，你能带走我弟弟吗？您是好人，我弟弟只有跟着您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行，那就带来我看看吧。想看长子苏龙小说后续的宝子们，添加收藏、点赞加关注哦。明明只有12岁的我，却敢翻墙溜进别人家里，并撬开人家的保险柜，事后还报警，说看到有人偷东西。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能够把弟弟送出去。你给弟弟找到出路了，那你呢？愿意跟着叔叔吗？不行，我还有其他弟弟妹妹要照顾。那行吧，你带我去看看你弟弟吧。此时城中正坐在沙发上，只见苏龙带着苏建功夫妇进来。你们是？你好，老爷子，我们听说这里有孩子生活艰难，需要领养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听着对方来意，面色铁青，城中第一时间就想到那个不成器的混账大外孙苏龙。这个孽障真把弟弟妹妹卖了。只是看着对面文质彬彬的夫妻两人，穿着儒雅，气度温和，还带了不少礼物，城中终究没有发怒，神色也逐渐复杂。接着他看向苏平生，平生，你愿意跟着叔叔阿姨去新家吗？我愿意。苏平生没抗拒，他觉得叔叔阿姨很好，对他温和，还细心带了礼物。请你跟着苏叔叔他们去吧，以后要好好学习。苏平生被带走那天，下着小雨，苏建功撑了一把大伞，穿着西装，拿着苏平生的小书包。苏平生几个弟弟妹妹流着眼泪，不舍看着。老爷城中也哽咽红了眼眶。你非要弄得骨肉分离吗？你就这么当哥？我恨你，我再也不认你这哥哥了。苏平生走了，以后不属于苏家，但苏龙经常会抽空悄悄躲在小区外，看着弟弟。10岁的苏平生会在苏建功夫妇陪伴下尽情享受玩耍。那天苏平生生日，苏龙提着馒头来到苏家窗外，只是他没进去，看着弟弟满脸奶油，吃蛋糕，唱生日歌。苏龙紧了紧手里馒头，掏出一个大口吃着，开心笑着。后来苏龙去学校看弟弟，苏平生穿着崭新衬衣，和苏龙擦肩而过。看见哥哥怎么不打招呼？不能没礼貌，知道吗？烧房子、赌博、卖弟弟妹妹，他算什么当哥的？苏建功不知道苏平生为什么这样评价苏龙，他知道这孩子很懂事，即便面对收养机会，也让给弟弟。他不相信，所以他有些难堪，歉意看着苏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平时不是这么教他的。没事没事。直播间内弹幕沸腾不已。他真可怜，站在人群里像一条鲲。苏龙从来没被弟弟妹妹看得起，但他从来没忘记身为长子、身为哥哥的责任，所以他承担了一切。污名满身，他做不被理解的那个人，为弟弟妹妹遮风挡雨，真硬气。这才是长子，他很好，从来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期待。此时新画面开始出现，城中盯着苏龙离开小区，眼底愤怒。苏龙这段时间没有到处惹事，开始倒卖磁带、复读机赚钱，可他赚的钱一分也没拿给家里，全都拿去打牌、赌博，甚至宁愿拿好几百块认识一群打架斗殴的混混，给他们买衣服、吃饭喝酒，就为了混成这些混混口中的大哥。这时的他正带一群辍学许久的混混小弟纹身，几名小弟对苏龙愈发恭敬。趁此机会，苏龙拿出几张画像，去查一下这些人在不在县城。老大放心，兄弟们这就去。还没走出纹身店，苏龙又给人叫回来。那谁，你过来。咋了，老大？说着，苏龙掏出了200块钱，拿着给兄弟们吃饭。从纹身店里出来，苏龙便回到了家里。看到苏龙的模样，老爷气不打一处来。混账东西，好的不学，现在都开始纹身了，你要气死我们了。25年，周姓老警员盯着眼前一幕，愣住。苏龙混入社会，打牌赌博，就是为了收这些混混小弟，开始找人。他不光是照顾弟弟妹们的长子，还一人肩负血海深仇。他一直记得仇恨。年轻干警陈孝文也在看着，目光复杂。这孩子压力究竟得多大？一边带着弟弟妹妹躲避贩毒集团，将弟弟妹妹送走，为他们找到后路，一边要寻找凶手线索，准备报仇。难以想象，这样的人会是一个13岁的孩子。13岁的苏龙看起来格外成熟，人五人六地安排着自己麾下小弟，给小弟看灭门凶手的照片。这几个人招惹了我，大家记住，秘密调查。想看长子苏龙的宝子们，记得添加收藏、点赞加关注哦。明明只有12岁的我，却敢翻墙溜进别人家里，并撬开人家的保险柜，事后还报警，说看到有人偷东西。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能够把弟弟送出去。你给弟弟找到出路了，那你呢？愿意跟着叔叔吗？不行，我还有其他弟弟妹妹要照顾。那行吧，你带我去看看你弟弟吧。此时城中正坐在沙发上，只见苏龙带着苏建功夫妇进来。你们是？你好，老爷子，我们听说这里有孩子生活艰难，需要领养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听着对方来意，面色铁青，城中第一时间就想到那个不成器的混账大外孙苏龙。
这个孽障真把弟弟妹妹卖了。只是看着对面文质彬彬的夫妻两人，穿着儒雅，气度温和，还带了不少礼物，程中终究没有发怒，神色也逐渐复杂。接着他看向苏平生，平生，你愿意跟着叔叔阿姨去新家吗？我愿意。苏平生没抗拒，他觉得叔叔阿姨很好，对他温和，还细心带了礼物。请你跟着苏叔叔他们去吧，以后要好好学习。苏平生被带走那天，下着小雨，苏建功撑了一把大伞，穿着西装，拿着苏平生的小书包。苏平生几个弟弟妹妹流着眼泪，不舍看着。老爷程中也哽咽红了眼眶。你非要弄得骨肉分离吗？你就这么当哥？我恨你，我再也不认你这哥哥了。苏平生走了，以后不属于苏家。但苏龙经常会抽空悄悄躲在小区外，看着弟弟。10岁的苏平生会在苏建功夫妇陪伴下尽情享受玩耍。那天苏平生生日，苏龙提着馒头来到苏家窗外，只是他没进去，看着弟弟满脸奶油，吃蛋糕，唱生日歌。苏龙紧了紧手里馒头，掏出一个大口吃着，开心笑着。后来苏龙去学校看弟弟，苏平生穿着崭新衬衣和苏龙擦肩而过。看见哥哥怎么不打招呼？不能没礼貌，知道吗？烧房子、赌博、卖弟弟妹妹，他算什么当哥的？苏建功不知道苏平生为什么这样评价苏龙，他知道这孩子很懂事，即便面对收养机会也让给弟弟，他不相信，所以他有些难堪，歉意看着苏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平时不是这么教他的。没事没事。直播间内弹幕沸腾不已。他真可怜，站在人群里像一条鲲。苏龙从来没被弟弟妹妹看得起，但他从来没忘记身为长子、身为哥哥的责任，所以他承担了一切。污名满身，他做不被理解的那个人，为弟弟妹妹遮风挡雨，真硬气。这才是长子，他很好，从来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期待。此时新画面开始出现，程中盯着苏龙离开小区，眼底愤怒。苏龙这段时间没有到处惹事，开始倒卖磁带、复读机赚钱，可他赚的钱一分也没拿给家里，全都拿去打牌、赌博，甚至宁愿拿好几百块认识一群打架斗殴的混混，给他们买衣服、吃饭喝酒，就为了混成这些混混口中的大哥。这时的他正带一群辍学许久的混混小弟纹身，几名小弟对苏龙愈发恭敬。趁此机会，苏龙拿出几张画像，去查一下这些人在不在县城。老大放心，兄弟们这就去。还没走出纹身店，苏龙又给人叫回来。那谁，你过来。咋了，老大？说着，苏龙掏出了200块钱，拿着给兄弟们吃饭。从纹身店里出来，苏龙便回到了家里。看到苏龙的模样，老爷气不打一处来。混账东西，好的不学，现在都开始纹身了，你要气死我们了。25年，周姓老警员盯着眼前一幕，愣住。苏龙混入社会，打牌赌博，就是为了收这些混混小弟，开始找人。他不光是照顾弟弟妹们的长子，还一人肩负血海深仇。他一直记得仇恨。年轻干警陈孝文也在看着，目光复杂。这孩子压力究竟得多大？一边带着弟弟妹妹躲避贩毒集团，将弟弟妹妹送走，为他们找到后路，一边要寻找凶手线索，准备报仇。难以想象，这样的人会是一个13岁的孩子。13岁的苏龙看起来格外成熟，人五人六地安排着自己麾下小弟，给小弟看灭门凶手的照片。这几个人招惹了我，大家记住，秘密调查。因只有12岁的我，却打牌纹身样样都会，甚至还成了一群混混的老大，靠着倒卖磁带、收音机等各种东西，狂赚一大笔钱。老爷，我赚钱了，开门。谁要你的脏钱？不知道你这些钱是从哪里偷来、贪来、抢来的，滚出去！苏龙也没意外，只是将钱卷起来，塞进门缝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苏平正带着2个妹妹厌恶看着苏龙离开背影，狠狠吐了一口唾沫。真给咱们苏家丢人，咱们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？大哥，找到那人没有？还没消息，现在咱们已经加大力度在找了，继续找。25年，邺城养老院，城中目光浑浊中夹杂难以置信。他呆滞看着面前苏龙人生回溯记忆，想到30年前自己把门反锁，声音冷得不像是对自己外孙。此时苏龙人生回溯，新画面出现，10岁的苏平生提着几套新衣服，还带着饼干、奶油面包回来了。老爷，二哥。这是过上好日子了，光带这些有什么用？弄点钱才是实在的。苏叔白得一个这么大的儿子，不弄点钱意思意思。现在外面买个孩子也得好几万呢，算你便宜点，拿5000。你瞧瞧2个老人家，这孩子再长几年，至少每个月能赚几百1000给养老，不是？苏建功尴尬愣住，看着昔日乖巧苏龙贪婪模样，从皮夹掏出1000。今天没带够，说的是该给老人家拿点的。苏龙，你穷疯了。苏龙也没在意，伸手接过钱，笑嘻嘻，心满意足。咱们回家。见二外孙离开，程中怒斥道：“苏龙，你非要让平生难过是吧？就这么缺钱？”
真丢人！以后就叫二哥别来了，永远别回来，这个家真没意思。不来才好，以后你们都要走的。因为他看着手机传来短信，小弟汇报，有人花钱找他们找人，找一个带着5个孩子的家庭。小家伙们，你们必须走得远远的，你们都不能参与这件事情，和你们没关系。离开城中家，苏建功妻子皱起了眉。你看你哥那样子，以后苏家可不能去了，以后再去，指不定还得要咱们多少钱。咱们是领养，不是人贩子买孩子。那少年很好的，应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。与此同时，苏平生模拟长子人生画面出现，杀人凶手还在暗中窥探，苏平生只能咬牙再次搬家。而彼时距离从姑姑家搬出来没有多久，刚刚安顿好，甚至还没从疲惫中缓过来，家中却突然失火。作为长子，本就花费巨大，苏平生只能再次赔偿，压力更大。为此，苏平生只能在深夜拿着刀守在门口，孤独疲惫。为什么昔日苏龙为长子搬入城内没事？难道是一妹把我们送人了？想到这，苏平生开始犹豫，找到一户人家，将老二，也就是那个时代自己送给对方。他看对方家庭条件不错，也承诺会好好对待孩子。只是当他去看望老二时，却发现对方动辄打骂、斥责、嫌弃。赶紧去洗碗，你当我们白养你啊？没用的东西！洗了碗再把地拖了，然后去做你的作业。苏平生见状愤怒，却无可奈何，只能安抚弟弟，让他先待在这。他们还在找我们，先暂时等着吧。为什么当初我被送走，遇到的家庭那么好？此时苏龙人生追溯新画面，半年多时间，手底下那群混混青年终于有消息，将来其中一个画像上的人找到。苏老大，这人叫孙豹，兄弟们打听清楚了，这家伙有个相好，在洛秋，是歌舞厅小姐。这一年，苏龙也染了一头黄发，一身痞气。得到灭门凶手之一孙豹情妇的消息，苏龙开始跟踪调查，直到看到那个名为小玉的小姐从歌舞厅出来，苏龙一把拦住，直接把她拉到小巷。知道孙豹吗？知道，那人本名孙小丽，常居滇西，样貌特征我只记得他脖子上有个痦子，喜欢留寸头，左手纹着一只蝎子。知道城北矿山吗？这孙子摊上事了，城南路水务家属区6栋3号，我记得你住这是吧？你最好配合，叫他过来，不然你也完蛋。小玉额头冷汗涔涔，胆寒看着面前黄发混混，近乎崩溃。孙小丽3天后到矿区蓝月宾馆。离开小巷，苏龙没叫其他混混，反而来到电话亭，直接拨通矿区电话，声音沙哑，一如之前凶手光头。马启柳，3天之后矿区蓝月宾馆302，咱们聊聊你行贿和杀人的照片。大潭村口那厮是不是该给个说法了？行，就3天后。想看长子苏龙的宝子们，记得添加收藏、点赞加关注哦。